怎么不跑了？疼不疼？嗯，疼不疼？你可以拿走我这只眼睛，但你这条命我得拿走。你是内卫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想不通吗？想不通就跟我回内夜去慢慢想。绑上石头，沉下去。谁都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可他是宫里的人，要杀吗？他活着，咱们都得死。做得干净点儿。什么人在此闹事啊？大人，大人，有人私闯民宅。内业局办案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内卫查案，万年县衙定当配合，请问可有文书？我们一路追查至此，哪有时间办理文书？没有文书不太好办呢。这里毕竟是私宅，没有文书，只有灵符。谁叫你那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大人那狗东西！我圣上，请恕罪。分头查。好。蒋廷尉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不光是内卫，还是当今圣上的亲侄女，福昌县主李佩仪吗？你们还是选一个人把我推下去吧，这样圣上查起来，只需要选一个人诛九族就行了。你去。我，可他是县主啊！你要是不动手，就陪他一起死。别怕，轻轻推我一下就好了。县主，县主！别怕，轻轻推我一下就好了。你们也凑近一些，让我把你们的脸都记住。我是死在绣红楼里的，杀了我，你就是他们选出的替死鬼；救了我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侯远，官爷这是在找什么？奉旨查案，都让开！欺负我们内局没人吗？拿下！冯丫头在哪？侯远，
老大。县主一直这么看着，我就画不下去了。我刚听说，太史丞小时候入宫时，还在居月池里救过一个人。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从未听太史丞提过。又不是什么好事，虽救了人，但也被发现，非照私入后宫内院，被狠狠训斥了一顿，还进了族。太史丞就不好奇自己救的人是谁吗？我救的人，不会是县主吧？对，太史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真的？我落水后不久，太史丞就来救我了。当时可看到附近还有什么人？县主不是意外落水，只是好奇，跟着我的宫人去哪儿？周围肯定没有旁人，否则轮不到我来救县主。县主靠这么近干什么？在想应该如何报恩。不必了。县主，卢建义咬死不认昨日去过绣红楼，真娘跟其他伙计们也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不到2刻的时间，就能把库房变成之前的样子，又把所有人都送出了绣红楼，还真是训练有素。其实不难。那房间的4面墙壁上都砌了灯槽，但只有3面墙的灯槽被熏黑了。最内侧墙壁上的灯槽没有任何使用痕迹，那面墙从不点灯。而且整个库房地面都很干净，可最里面4寸见方的地面上却有很多灰尘。他们应该是把织机杂物堆在了靠墙的一侧，用屏风挡住，然后在腾空的房间内进行布置，一旦有突发状况。那些杂物看起来很多，却都很轻。宴席用的桌凳都可以混杂其中，几个人很快就能复原。绣红楼4通8达，有不少角门，人应该是趁我们和守卫争执的时候走掉的。真是怪了，卢正廉居然是虚12刻从楼梯上摔下去的，燕子楼里不少人都看见了。虚12刻，他还在绣红楼抽我鞭子，他会分身术不成？燕子楼的人可能帮他作假，但那些客人我都是逐一问过的，不可能说谎。虚12刻，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他们都记得这个时辰？我再去问。等一下，房门已经打开，把这个贴出去，能帮顾兄快点找到人。这是蒋廷威的画像。我去找画师，配合太史丞多画几张，去道正坊分发张贴。哎，需要多少张，我来画便是。太史丞还得陪我去一趟燕子楼，画像的事还是交给画师来做吧。怎么样？把卢正廉放了吧。哼，这会儿啊，哈市已经有人去接他了。天不早了，得赶紧去燕子楼。县主，你的手需要处理一下，不然会感染，还会留疤。我就是要留疤的。韩笑身上的疤，和这个像不像？韩笑生前被卢正廉虐待过，要等结了疤才知道。他们不是要证据吗？那我就找给他们。太成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丫头的确像我，但比我疯多了。这丫头不把自己的身子当身子，不把自己的命当命，为了办案，什么都能豁出去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守着她，
虽然小祸不断，但还能全虚全影的活到现在。太上啊，我老了，该治事了，请制式表也递上去了，随时批下来，我随时就要出宫。之前吧，我总是不放心，怕他离开我再出什么乱子。现在看来，也能放心了。你辛苦受累了。内司伯，您这话我听不懂。不说了，你是聪明人，说多了那就成托孤了，自己咒自己不吉利啊。托孤？你要是再不跟着他，他可就出宫了。萧兄听说了吧？私婚之事搁置了。我早说过了，不会拖累你的。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。什么？与我被困一夜，传出谣言，引为贤妃现身。太史丞高估我了。我如果有预知的能力，就不会次次让太史丞假扮阴阳先生。我与太史丞也算出生入死，我不想亏欠你。两个人待在一处，本就是相互亏欠，有了往来，自会有亏欠，有了亏欠，才能继续往来。若是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亏欠，就只能就此别过，再无瓜葛。太史丞吓唬我？我不知道县主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只是将我的内心话说出来而已。我那日说的话，是为了气你父亲，他说话实在难听。无妨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就知道，你那天偷听到了。你在我家谈论与我的婚事，怎能说是我偷听呢？反正你就是偷听了。恶语最伤人，县主说话也实属难听。还假装没听到，若无其事的跟我查案。我那是大局为重。你不会还偷偷伤心了吧？县主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。我说你额头的伤怎么好的那么慢？定是不好好上药，专门给我看的。无稽之谈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终究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不必，不接受。小气。小兄，快听。果然，这曲子在宫墙之外才最好听。希望我们都少一些憾事。孙壮身边那人如此谨慎，简直是在直接告诉我们，绣红楼有鬼。那二楼发出异响之处，定有蹊跷。那房中放满了绣架，应是绣房，只可惜蒙着眼睛，不知到底是哪件。我一路偷偷撒了香灰，但香味都被皂角水的味道给盖住了。显然我们走过之处，他们即刻便会清扫，真是谨慎。南侧最东面那间。什么？绣房是在二楼南侧最东面那间。太史丞，你是真有神通，还是有第三只眼？都不是。我们上到二楼之时，立刻被奖励为带着朝左转。第一次来绣红楼时，我留意了一下，
通往2楼的楼梯有2座，但上楼后左转连接回廊的唯有西南侧那座。所以我们上到2楼之后，是沿着南侧的回廊自西向东而行。蒋廷威带我们离开绣房时，先是朝东转，走了没几步，又被引着朝北转，可见绣房是在南侧回廊的最东端。你下次还是直接说自己有神通吧。有狗追上来了。分开走，不要慌。眼睛。糟了，老鬼头只给我准备了一对鱼镖，没得用了。仙长，不是你主家遣你来的。仙长真是神算，的确与主家无关。何事？我有些事情想问问童子。郎君但问无妨。童子，可否再让我看一看你的眼睛？啊，是这样，我认识一名游医，最善治疗眼疾，可引荐于你，算是功德一件，也是为我自己积福，还望童子成全。无知。仙长，这是彼之匪人，不亦伤乎？走。不会再跟来了，多谢仙长为我解围。是帮那蒋廷威解围，否则他今日恐怕会吃点苦头。装神弄鬼这一遭，我都饿了。太史丞方才为何不收下孙八峰那笔钱，也好去云垂楼大吃一顿？那孙之望的手下本就起了疑，若收下这笔钱，恐怕对方会更加警惕。你我并不缺钱，我更想要作恶者付出真正的代价。太史丞高瞻远瞩，不过下次记得要留下属于我的那一半，真金白银最实在。这几枚铜钱是还给县主的，上次醉仙楼让县主破费了。我听说，卜卦之人也要承担3分因果，所以要拿钱消灾。这笔钱就当是你替我算那一卦的报酬。卜卦只是做戏，县主当真了？太史丞果然不为金钱所动，是我俗气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蠢货！上次就是因为你疑神疑鬼，气走了一位县长，还不长记性，坏了我的好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主家，您当真相信那位无望县长？这胡达死后没多久，他们就出现在了醉仙楼，会不会太巧了？县长说了，他是来到醉仙楼之后察觉到了煞气，那句暗示了胡字的卦辞是他自己算出来的。他们很可能早就认识胡达。这胡达性格讨厌，生前应该得罪过不少人。主家虽然低调，可保不齐这胡达在外大肆宣扬与主家的关系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察觉，怕是会借机生事啊。若为图财，方才我备了大量酬金，县长也没要啊。可若是不图财，怕是会有更大的图谋。主家特许，2位在此房间内可以摘下布条。郎君，
死者英年速逝，未能婚娶，凤仪童女，一副怨气。真是投其所好啊！求望月。大门前贴上一张，我不方便出去，麻烦郎君代劳。这些供我放在屋中，次日清晨抬出去，寻个清净处烧掉，便可后果无忧。辟邪用它。仪式完成，请送我们出去。二位，请。谢谢。黑衣姐姐不会被发现吧？不必担心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孙之望如此迷信，刻意交代驱邪除祟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角落，所以这间挨着绣房的房间一定有问题。这两个位置可以看到绣红楼出入的马车或者可疑之人，你我各守一处。那县主，我们约定好了。这次只是探查楼里情况，搞清楚绣红楼到底是做什么生意，不会轻举妄动。我安排好了，酉时一到，每过一刻就会有更夫在绣红楼外打更报时，最迟酉时3刻，他必须出来。香粉，你是什么人？最讨厌偷袭的人，你应该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条凳子。放开我！那你得回答我的问题。绣房墙后是密室，密室门就藏在东边那间房里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想必还做了暗门遮掩。我说的没错吧？
既然都知道了，还跟我废什么话？当然是还有事要问你。宴席即开，整个绣红楼却如此冷清。宴请宾客的地方又被你们藏在哪儿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问你什么都不肯答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就算我说了，你有命能找到吗？放狠话有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如果死了，黄泉路上也会有你作伴的。你的眼睛真漂亮，可是见了太多脏东西。既然你不说的话，客官，您的茶点。怎么突然这么热闹？啊，老板生了儿子，心情好，全场酬宾，送酒送菜送喜饼。小二，哎，来喽！县主，你认识我？我听哥哥说过，你哥哥？爱丽丝死之过岭州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怕，我救你出去。别管我，还有几个女孩被他们带走了。县主，快去救救他们！让一让。怎么样？人太多了，根本看不清什么人出入了绣红楼。已经过了酉12刻，恐怕县主听不到打更的声音。怎么办？要等到酉13刻吗？姑娘，大半夜里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很危险的。啊，冒昧了，在下宁采臣，请问姑娘芳名？公子难道不知道这厮闹鬼吗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我叫聂小倩。姑娘，聂姑娘，小倩。
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功德五读书，六名七相八敬神，九交贵人十养生，11择业与择偶，12趋吉要避凶。九先生，能算命吗？你呀，不能再找人算命了。啊？你看啊，人生下来呢有个命，命是定下来的，是前世的善恶决定的，和这一世的善恶无关，改不了的，算出来也没用。这一世的善恶改变了的是运，但运不是那么好改的。这样吧，你给我200文，我保证你逢凶化吉，从此无忧。不是，200文就能改运，有那么神吗？那当然啦！去年小女子幸得这位先生相助，嫁得如意郎君，如今是特地来谢谢这位道长的。哎呦，这位道长啊，厉害得不得了！哟，哎，看热闹！哎，不，我给你逢凶化吉呀！哎呀，等等，什么热闹，待会儿一块儿啊！你看看，好像要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你不知道啊？辅国大将军刘洪基刚从塞外回来，原本一直驻扎在城外，怎么突然进到长安城里了？听说呀，这刘洪基张扬跋扈得很啊！哎呀，他要是面圣的时候还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反正不关咱们的事儿，到时候就看好戏喽。就是。那裘书生怎么还在啊？萨摩，快换了衣裳，给老娘收房钱去。小倩，小生宁采臣，你们是？这里是长安城，我叫公孙四娘。你现在在我客栈里，他叫萨摩，我这儿打杂的。你昨天晚上去兰惹寺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衣服上扎满了麻黄，这种植物洗干，那附近的山上只有兰惹寺里长满了麻黄。兰惹寺，干尸，兰惹寺里有干尸。干尸？小生不敢说谎，兰惹寺真的有干尸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学人家装疯卖傻。住店钱不收你的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早点搬出去。我没装。兰惹寺还有个女子叫聂小倩，你们找到她没有？你大晚上的在兰惹寺碰到个女的，不是人吧？是女鬼吧？我听说呀，兰惹寺的女鬼专门吸人血，把人活活吸成干尸。伙计说你在这里，有急事，扫盲跟我走。什么事啊？北村村口死了人，赶紧跟我们去看看。又是北村？嗯？这个家伙也是今天早上北村村口来的。他是谁？啊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书生昨晚去兰惹寺了，早上昏倒在北村村口。一个马队路过，把他捡回了长安，丢在我店门口。就是那个闹鬼的兰惹寺。啊，对，干尸，兰惹寺有干尸，真的有干尸。哎呀，嚷一早上了，非说是兰惹寺有干尸，干尸把你搁在村口，等着路人来救啊。干脆你们把他带走，让他帮你们找干尸。这是办案，又不是郊游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我去的话，我必须把这书生带着一起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萨摩，你说你……好吧，都去，快一点，子素、双叶都在村口等着呢。别怕，他们比僵尸厉害。哎，这不是早上那个书生吗？
这书生今天早上晕倒在村口，后来被村民发现，送去四娘店里了。子苏呢？他看不了尸体，去村里找线索了。这事儿这么快就惊动了上官家，恐怕死者身份不一般呢。他是当朝的刑部侍郎江震。哦，尸体怎么这么白啊？怎么死的？江震头上有被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不过不致命，应该是先被人敲晕，然后捆住手脚，割开血管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尸体被放光了血，所以才显得尤其的苍白恐怖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昨夜的亥时到丑时之间。难怪江震穿着便服，看来是半夜匆匆的出门。钱袋在哪？哦，还在呢。莫非是仇杀？哦，还有，江震不一定是在河边被放血的，失了那么多血，附近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对。被放血，又被抛尸在这儿，江震会和什么人结下这样的血仇呢？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，我再做进一步的检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来人。等等，怎么了？麻黄草，他去过蓝惹寺。蓝惹寺就在这河上游的方向啊！早听说那里闹鬼，看来真的有干吸人血。那些干尸，都给我住嘴！看来确实得去一趟蓝惹寺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蓝惹寺一趟。走吧，书生，带我们去找干尸啦！我已经做了尸检，这些干尸死了少说也有近10年了。哎呀，我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死人，干尸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而且是一地干尸。哎，子苏来了。我听村里有人回来说蓝惹寺发现干尸，就过来了。村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昨晚村长家女儿办酒席，全村人都在祠堂，没人注意村外面发生的事。倒是蓝惹寺10年前的大火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的大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蓝惹寺早在前朝就是个荒寺，一直阴阴森森的闹鬼，人们总在那附近听到女子的乐舞声，村民都绕着道走。10年前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没人知道怎么起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灭的。在那之后，闹鬼的传闻就越来越多，就更没人来这附近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干尸，他们就是死在那场火里。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烧干净就完了吗？尸骨尽毁，这种死法叫人看了心里难受。这些人躲在地下，死前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正是因为留了全尸，我才有可能查明他们的死因，为他们伸张冤屈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弄出这么样一个地洞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江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他和这些干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尸体怎么了？这些死者都是女人，而且她们的面部轮廓比一般人要深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她们是胡人。没错，萨摩说的对，10有8九是胡人。书生，你昨晚到蓝惹寺是什么时辰？我记得我走到村口，天刚刚全黑，然后又走了大约1个多时辰，才迷了路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亥时吧？这么说，你在蓝惹寺的时候，江震还没死？我不知道什么江震，我就想知道小倩呢？小倩又是怎么回事？
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要么是凶手，要么也肯定看到了什么。先别管那个小倩了，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。是。三炮，你去把江镇府里的人带到大理寺问话。好的。老夫是江侍郎府上的老仆。你最后见到江侍郎是什么时辰？我最后一次见到主人是戌时，主人说要睡了，他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门。你又知道些什么？小的昨天晚上亥时去上茅房，看见主人站在房门外读一张纸条。等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又看到主人从房里出来，神色担忧，放了支信鸽。小的不知道跟案子有何关系，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喂，大清早的又去哪儿鬼混啊？我约了子苏，再到蓝染寺去看一眼。早点回来呀！知道了。你知道蓝惹寺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干尸复仇啊！干尸啊，一到半夜就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样子，先把人引到蓝惹寺里，然后再杀了他们。杀了之后，再喝他们的血呀！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可不是嘛！来，你从干尸洞口找到的铜盆我看了，上面的花纹确实是拜火教独有的。这个佛寺居然还跟西域的拜火教有关系啊！嚯，居然拍了这么多人把守蓝惹寺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了？嗯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不是石头啊。铜镜。还有个耳环。怎么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们？有吗？走吧。江镇一案查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臣正在尽力破案。朕还听说，郊区的古寺里发现了数具干尸，闹得长安城上下人心惶惶。依微臣所见，这两个案子恐怕有所关联。哦，陛下，干尸案事关胡人，应转交给萨保府处理。莫非康公是觉得李某查案不力，才要把案子揽入自己手中？李少卿，辅国大将军刘洪基上殿。陛下，臣来晚了。臣刚刚回朝，就听闻江侍郎噩耗，十分痛心。臣愿协助大理寺共同查案，恳请陛下恩准。康将军在边疆劳苦功高，此次回朝还愿为朕分忧，朕岂有不准的道理？谢陛下。岂有此理！刘洪基还没通过陛下的同意，就直接把自己的人驻扎在蓝惹寺了，而且还态度蛮横。今天上朝的时候，那个萨保康广达也很奇怪，急着要把干尸案往自己手上揽。这刘洪基和江镇是同一个地方来的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大家都饿了吧？晚饭马上就好啦。这城里的传闻可是越来越离谱，有说女鬼吸血的，有说干尸复仇。
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啊？这会不会是拜火教的什么古怪习俗？我在这间客栈这么久，可是见过不少拜火教的，没听说过有把人烤成干尸的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和宗教祭祀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和紫苏在兰惹寺寺边上，又挖出了一面铜镜和耳环，线索越来越乱。看来，这个寺的过去才是关键所在。但是现在兰惹寺被刘洪基的人把守着，也没有办法靠近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发愁有什么用啊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破案呢。哎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三不四怎么那么慢？哎，书生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昨夜回来就睡到了现在，刚起。你等会儿，昨天一天也没见到你说的小倩，你不是在编瞎话吧？恐怕真的是我的幻觉吧。哎，外头宵禁了。我门口透口气。小撒，怎么？快起来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快起来！什么事儿？萨宝府的康广达也死了。什么？你叫上书生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，你赶紧的啊！哎，正找你呢。走，又有人死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哪儿你甭管了，没准能看见家小倩呢。走。我不去，走了。我不去，走了。都说了我不去了。走。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夜的子时到寅时之间，死亡原因还不清楚，身上别处没有伤痕，头是死后才砍下来的。什么情况？尸体下面有麻黄，又是兰惹寺啊！哎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还不是萨摩非让我把他拽来。紫苏姑娘，别怕啊，别怕。这是什么？不清楚，好像是被什么虫子咬过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什么事？说。回禀官人，主人干嘛吞吞吐吐的？说。既然主人已经过世了，老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主人生前有个库房，专门存放别人送来的礼。刚才丫鬟过来说，见库房门虚掩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哇，你们主人够可以的，这些东西得值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么重要的库房就没个人看守吗？回官人的话，原来也有个看门的，昨天主人突然发了好大的火，把那个人打发回家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个新的。你快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。是，快点点。哎，李治，你们官差不多大，你家里是不是也这么多宝贝啊？我说你，少了什么东西？回官人，珠宝摆件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3幅陆探微的画。主人最宝贝这画，也不挂出来，特意放在柜子的第2层，一来不落灰，二来万一进了贼，也不引人注意。陆探微的画穷理尽兴，视觉严相，包前韵后，古今独立，非复激扬所能称赞。想不到康广达康公身为武将，能有这么高的眼力。这锁是用钥匙开的，这府里有多少人有这房间的钥匙啊？回姑娘的话，这库房的钥匙
只有主人和我2个人有。就你们俩有？哎呀，老奴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别无二心呐。况且老奴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杀死一个壮年男子，还把头砍断呢？那就是那个看门的，他对主人怀恨在心，先抢了钥匙，再杀了康广达，然后把现场伪造的像蓝惹寺案件一样。那看门的人不可能知道麻黄的事。有道理。对，绝对不可能是看门的。论价钱，陆探微的画还不及这些玉钱，可凶手呢，光拿了这些画，却没有碰其他的东西，可见非一般的莽夫。会是谁呢？先回去再说喽。请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吃饭。来请。书生呢？被萨摩硬拉去看了个无头尸体，回来就发了烧，房里躺着呢。江震死在蓝惹寺，什么人能半夜把他从府里叫到蓝惹寺去？不明白。另外，你们说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康广达的头砍下来？都不明白。这2个人都是朝廷重官，而且这2个案子好像都与蓝惹寺的过去有关。这江震是出门之后在蓝惹寺被杀，而康广达却是在戒备森严的萨宝府里，夜闯萨宝府不被看到一点踪迹。这凶手不是一般人呢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这越来越和蓝惹寺的干尸有关系了。人们流传的干尸变成女子杀人的传说，会不会是真的？看来这书生没有骗人呐。这世上哪有鬼，哪有什么干尸啊？老大，吃。还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如果是仇杀，那么杀康广达的人，为什么要拿走那些画呢？小撒，来，你不吃也倒掉了。我以为你要留着当宵夜呢。你是怀疑书生？你怎么知道？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还不清楚吗？你硬拉着他去看死人，肯定是想看看他的反应。哦，你也看出他说谎了？是你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胆小怕事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赢者保身。保身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。我在思考。刘洪基早上没有去早朝，你跟我一起去蓝日寺看看。那个书生怎么样？睡得香着呢，我找小六在隔壁屋守着。放心，这些个碗碟。
查案。哎，李少卿，刘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李治看将军没有上早朝，很是担忧，特来拜见。李少卿，刘将军他不在，你请回吧。来了，李少卿。刘将军，老夫今日身体偶感伤寒，没有去早朝，有劳李大人费心了。几位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坐一坐吧。不必了，告辞。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吧！啊，见到我老大连马都不下。不是他不愿意下，恐怕是他站不了。为什么？他腿上渗出血了。你也注意到了？看来刘将军刚和什么人打了一场，肯定不是塞外的旧伤。看你拿了一路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那天去过江府下人房以后，好像被什么虫给咬了。给我看看。啊，看，特别痒。去找双叶。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无头尸体根本不是康广达。一个养尊处优的五品官身上，不可能全是虫子叮咬的疹子。还有，他的手脚指甲都十分粗糙，只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下人才会这样。我推断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被解雇的看门人。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尸体没有头，我们却一眼就认为他是康广达，因为他死在康广达的房间里，而且他还穿着朝服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们都被下意识的反应骗了。虽然发现了细小的可疑之处，却没有最早的定论推翻。什么人会想要伪造康广达的死亡？还记得当时紫苏说的吗？夜闯萨宝府却没有被看到一点踪迹，肯定是个高手。要是他，根本不必潜入萨宝府杀人呢。还有，这个人精准地拿走了陆探微的画，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不让嫌疑落到他的头上。这江震也是他杀的，可他为什么要杀江震呢？这个我还没想清楚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跟蓝惹寺过去的秘密有关。三炮，你去趟康府，要几张康广达的画像，明天就带人全城搜捕。好。哎，案子终于破了，我们去四娘店里吃饭去。好主意。哎呦，这雨啊，一阵有一阵没的。哎，幸好这画像没湿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案子都快破了，还吃不下去啊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。等雨停了，这样三炮把康广达给抓了，一切不就明白了吗？那书生呢？在楼上呢。我去看看他。来吃饭。书生，我们一起在下面吃庆功饭，你要不要一块来高兴高兴？什么？凶手抓住了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全城搜查，你来不来？书生，下次一块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想把这本书给读完。你们吃哈。那我们去吃了。就你呀，信不信？分分钟给你拿下。等我。少卿，少卿，又有人被放血死在北宋河边了。什么？他，就是他。啊！
死于今天凌晨，和江震一样的死法。杀死他的和杀死江震的凶手一定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我们一直都想错了？也许康广达根本不是为了逃避嫌疑才伪造死亡，而是为了让想要杀他的人认为他已经被干尸案的凶手杀了。可是他还是死了呀。这么说，我们不仅要找干尸案的凶手，还要找另外一个想要杀康广达的人。他身上还有很多乱伤，像是经过了一番打斗。割断血管的痕迹是2种不同的痕迹。打斗？谁呀？我，给你送早饭。进来吧。你这猪窝呀，也不收拾收拾。给你猪食。这什么？我已经吃过了。一晚上没睡啊？弄什么东西呢？照妖镜啊。这些都是兰惹寺附近发现的，胡人用的铜盆、铜镜，还有一个胡人用的耳环。哎，这哪是什么胡人的耳环呀？这就是个汉人家孩子都有的长命镯呀。长命镯？对，就是婴儿出生保佑长命的小镯子。干嘛？我去找子苏问点事。你赶紧回来给我把这儿收拾了啊！找到了，16年前江震、康广达护送一对进贡的胡姬，然而这对胡姬半途逃亡，江震、康广达早就认识。而江震和刘洪基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我终于明白1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老大让我来找你们，快去大理寺，书生大清早起来就认罪了。啊！走。宁采臣，你可知罪？人不是他杀的，人不是他杀的，此案另有隐情。都是我杀的，江震和康广达都是我杀的，丢罪吧！那你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回答我，你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没必要告诉你，是根本没有理由啊！你一个外地来的书生，刚到长安，能与他们有什么恩怨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弱智纤纤，你有什么能力杀死2个武将？纵有可疑之处，但完全不足以让人相信你是凶手。你在替谁认罪？屁屁，屁屁，谁？昨天夜里，我和四娘叫书生下楼吃饭，看到书生胸前有一滩水渍，可是书生的鞋却是干净的，这说明有个人偷偷进过他的房间。原来我总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直到闻见你房中淡淡的脂粉香，我才意识到凶手是个女人。你胸前的水渍应该是她的泪痕，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人，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小倩。
你在兰惹寺对小倩一见钟情，之后得知她的身世，心生同情，才想替她顶罪吧？彩晨，彩晨，小倩，血海深仇，不可不报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宁采臣无关。姑娘，你到底有什么仇怨，要残忍地杀害这么多人？小倩要杀江震和康广达，都是为了一个原因，她要为母报仇。16年前，曾有一对进贡的胡姬莫名失踪，而当时负责护送的正是江震和康广达。不难想象，他们为了一己私欲，把胡姬私藏了起来。但不知何时，胡姬搬到了兰惹寺里。我和紫苏在兰惹寺附近挖出了一些胡人的东西。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只是些胡姬的配饰，直到色娘提醒我，那里面有一只长命镯。我这才想到，在大火中死去的胡姬们，可能有后代复仇，对吧？我母亲和她姐妹本应送到宫中，却不成想被那帮人偷偷藏进了兰惹寺。从此，兰惹寺变成了这些高官淫乐的地方。直到某天，我娘怀了我，在姐妹们的帮助下，偷偷生下来，养在地洞中。我5岁那年，在后山摘果子时，寺里起了大火，所有人被活活烧死。我眼睁睁看着那3个禽兽笑着离开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复仇计划就开始了。好了，这一切既然都是聂小倩所为，那么你们放了小倩吧，她只是给她的母亲报仇啊！求求官人了，你们放过她吧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人，把这2个人都绑起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在大理寺放肆？刘将军，欢迎您旁听。萨摩，继续。康广达生性胆小多疑，他害怕杀死江震的人杀掉自己，更害怕被另外一个人灭口。而那个人就是你，刘洪基大将军。你这是满口胡言乱语！刘大将军曾任晋阳令，而江震也恰恰是当时的晋阳公副监。你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，一起干这样的勾当并不奇怪。江震死前发了一支信鸽，而第2天你就进了长安城，一上朝便向陛下要了这个案子。这一切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口说无凭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小倩就是最好的人证。他有2条命案在身，他的证词如何取信啊？给我拿下！要想抓我，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。小倩，小倩。啊！
听说刘洪基出城了，难道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刘洪基在边疆战局上很重要，陛下不会因为这种陈年旧事就治他的罪，还是让他回塞外打仗去吧。这样一个罪人竟然毫发无伤，而一个年轻的女子却被仇恨给毁了。这世上的事情怎么说得清楚呢？吃饭了。鸡腿儿，走啊！